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今天那个视频呢，做下来给大家聊聊天儿。最近呢，我发了一些视频，然后这个视频呢，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然后一个生活的分享。但是没想到，有一些朋友，然后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这个不满啊，然后就说了好多不好听的话，然后乱带节奏。当然，很多朋友呢，也是一种好意嘛，然后就是怕我上当受骗。也谢谢你们，然后我这边呢我都考虑过的，其实就是这个药浴呢，我最先了解的时候，知道它就是能够用泡澡嘛，能够去一下这个体内的这个寒气，寒气重。当然这个，不是说我听谁说什么的，然后我很早以前在北京上班的时候，我也有，就是简单了解了一下子，然后它就像我们在家里面就是烧个艾叶水呀，泡一下子。反正泡完之后，可能你身体上会很舒服，然后就是说这个去寒气呢，不管它能不能去，这个我本身就是一个体寒的人嘛，就是冬天的时候大家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手脚冰凉，然后因为我是女人是吧？然后每个月来例假的时候，我会肚子疼，就是大家说的那种痛经吧，就在我没结婚的时候也有，就是那个时候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，每到那几天，其实我都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，然后特别疼。上学的时候我就会请假半天，然后工作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疼的，因为太疼了，就是疼的那个嘴唇都发白了。其实我同事他们也能看见，然后有的时候他们都会照顾我，然后可能我就会休息1、2个小时。我很想就是能摆脱这个痛经。之前呢，我爸我妈就是没结婚前也给我用中药就是调理过，但是可能就是后来去上班吧，因为夏天嘛，夏天一般都要吹空调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方面我没有注意到，反正就是它还是会疼。然后我现在不是生完二宝了嘛，我想的就是一是出月子了，月子里面就是后期我也吹空调了，然后就是再一个又带瑞希去游泳的时候，然后我又想到这个事情，然后当时给强子说了一下，然后强子就说你可以体验一下，然后试试，然后强子就说咱也办个卡，然后让我可以多洗几次嘛，因为单次洗的话可能很贵，这个办卡的话就稍微便宜一点，当时花了2600多，然后强子给我办了一个卡，就是可以洗10次，这个时候呢，又有一些朋友说了2600多，那个暴发户，然后花钱，然后说那个脑子进水了，然后就说这一些就是不高兴，怎么说呢？主要就是带节奏的话，这个我来说2句吧。我想着说，橘子是我媳妇儿，她能生几个孩子呢？她本身平时也没有去专门的澡堂子里去泡澡呀、按摩呀，但是呢，这个又跟一般的澡堂子泡澡按摩又有一点区别。这个呢，可能说对她的身体恢复多多少少有所帮助。很多人都说那些人是忽悠你们的，说的话夸大其词，这个我们也有考虑。我们只是排除一些它夸张的成分，综合考量，觉得说可能对橘子的这个痛经啊，还有身体调理有一点点帮助，所以说我们才决定去做的。再加上它才2600块钱，折合下来可以洗10次。在外面的话，你去泡个澡，然后按个摩放松一下，也得几百块钱。最近我确实网购的东西比较多，可能有一些华而不实，可能用不上，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很实用的，因为有些东西嘛也是一种尝试。行，关于网购我补充2句啊，就是说可能是我们是做自媒体的，网购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当我们的生活把它分享出来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我们这个国度，有大几亿的网民，他们都是有网购习惯的。他们有些人有拍，有些人没拍，但是呢，不能一概而论，把它都当成一种炫耀或者暴发户的一种态度去一概而论。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公婆辛苦，然后就是我泡那个药浴的那个钱能抵上，就是咱爸咱妈
一年种地1半儿了，行，一半儿了。要鱼的问题我就不说了哈，我们就说家庭的开销。要鱼的问题刚才已经说过了啊，因为本身女人能生几个孩子呢？就我说的，我也希望你能恢复得更好。所谓的咱专业护理呢，我们并不指望这个药浴，这个药浴只是说，很多人就说，当泡澡了、放松了、有钱啊，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疼，你们不疼我疼，这2000多块钱分解到1年也没多少钱。人家会疼你媳妇儿，怎么人家不疼你疼啊？我也不能让人也疼啊。对，所谓的我爸妈这1年种地的钱，我来说哈，这1年种地的钱能卖个6、7千块钱。我们这个家庭，别看是在小县城，每个月的开销都远远超过我爸我妈1年种地的钱。所以说，你要说我们啃我爸我妈的钱，那真是扯远了啊，这个就不说了。凡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，他们都知道这个生活开销。我们是在小县城，如果是在那些1线城市，我相信比这个花的更多，这个就不多说了。对，我在这里我补充一下，就是我公公婆婆的钱，种地的钱，我从来没有要过。每次呢，公公就想着，他给了我们，我们再想办法给他返给他们，我们不能要。对，然后辛苦种地的钱不能要，我给他们都留着呢，而且就是我们这边呢，平常呢，强子也会给我爸我妈钱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婆婆就是月子期间，辛苦嘛，就有些朋友说，辛苦没有休息，这边呢我再补充一下，这个月子期间呢都是，我们都是相互的轮岗制，轮岗制。然后还好就是我这一胎强子也在家嘛，之前好像我已经说过了，就是晚上的时候我没有让我婆婆起夜过，然后这边都是我和强子我们2个，就有的时候需要换尿布呀，然后小孩闹人的时候，你还记得连续好几天，咱们俩轮流抱。那段时间是因为我就是奶水还不够嘛，因为孩子嘛，他可能奶水不够的话，他会比较闹腾。之前其实我也说过的，整个月子里面我们都是相互轮流着的。虽然我坐月子很多东西不能弄不能干嘛，但是这个孩子这边然后一直是由我来负责的，然后全权打理。对，然后我们辅助你。对，然后有的时候强子强子给我帮忙，晚上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让我婆婆起来过，然后这个小孩换尿不湿都是我一个人在换的，然后后来就是那段时间我奶不够吃嘛，就是可能没下来，然后孩子比较闹腾，我们夜里要去抱他，然后就是强子我们2个替换着抱的，然后我们大宝也是跟我们睡的，就是跟我们2个睡的，然后婆婆就是白天的话可能比较辛苦一点。我们之所以大宝也跟我们睡，二宝给我们照料，这是理所应当，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太辛苦。包括说每次孩子头1个月的时候天天闹，我和橘子来回轮流着抱，就不让我妈起来。我妈刚开始也想起来，后来我们劝着了，说你好好休息吧，我们年轻，她闹的话我们费点精神也没啥，是吧？年轻的话随便补2个小时觉就好了。闹得最厉害的时候，那连着几天，我和橘子就睡几个小时，晚上没法睡，小孩闹腾。有时候他吃饱了，他不睡觉，他就睁着眼，他就给你，他睁着眼，没办法，你说你能给小孩较劲吗？那段时间确实是可能是奶水不足，然后造成的。对，包括现在也满月了，就是橘子还有我们也有在做饭，但是因为都是很简单的粗茶淡饭或者家常便饭，我们也就没有拍的意义。后续我们想拍的话，就会拍一些新菜，比如说天热了会做雪糕呀，会做冰淇淋啊，这些我们再分享。不是说每一顿家常便饭都要把它去展示出来，也没必要，我觉得有时候。对。反正就大概就这么多吧，反正就是我自己的妈，我肯定比谁都心疼。橘子的妈，当然也是我的妈，我也会懂得去心疼。包括说上一次我们橘子回娘家，我头1天就把她叫回来了，说强子这个人无理，不懂礼数，为什么不让媳妇儿在娘家多住几天，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？不能这样想，我岳母本身就是比较内向。然后身体也有点稍微虚弱吧，再加上他早些年照顾我那个小侄女也确实累到了，再加上我媳妇再过去，哎呀2小孩你想想，哎呀想都头疼，我就不想太麻烦，
再加上现在也方便，想去的话后续我再带过去。反正理解的人自然理解，那不理解的人他们想怎么说我们也没办法。本意的出发点就是双方都好。很多人说我接出来了，天天累自己的妈，我自己的妈我自己疼。现在很多时候孩子我也哄，饭我也帮着做，我妈呢我们都是对半砍，或者说轮流去分担一些东西。对，我已经出月子了，然后很多事情收拾家呀、洗衣做饭呀，我这边都已经开始了，已经步入正轨了。对，包括最近都是橘子洗的衣服，对吧？就是这东西你说怎么去说，没法说。对，然后再说一下，强制就是买这个壁挂洗衣机的问题。然后很多人都担心它乏而不实，它不实用。待会儿我们说完这些问题之后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我感觉技能效果还不错。说你橘子泡脚浴是不是带孩子去做那种上次那个去黄疸的护理的？这边说一下，自从上次大家提过那个建议之后，我们也没有定那个东西，我们就直接把那个东西否掉了，我们就后续就没有去做。包括说我们的孩子洗澡的话，基本上每天天热都在家给他洗，但是游泳的话还就得去外面游，因为家里没有设备。有一个网友朋友，也提到，他说这个自媒体信息是公开的，我们既然就是发布这个视频了嘛，就要去接受大家不同的意见。他说的非常对，我们肯定要接受大家不同的意见，但是这个不同的意见，不是可以作为某些个别少部分人人身攻击还有极端言论的理由。我们可能是太怎么说呢？太在意大家的留言了。更多的是在意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的留言，我们不想被个别人轻易的带节奏，轻易的影响我们的情绪。反正不管是那些带节奏的，还是说真正关心我们的人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好好的。你带节奏，但是我们不能被你给影响情绪，让我们带节奏。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对。好，走吧，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壁挂洗衣机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给真正关心的人看一下，好吧？对。走吧。走。好好的，咱也不想那么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的婆婆，二宝醒了，橘子去喂它去了。我要这个衣裳放在这个洗衣，这个洗衣机我还没用过的，是在这给它填溜溜哈。填溜那个洗衣液放哪儿呀？洗衣液就直接放衣裳上。放衣裳上。对，就这种不起泡的洗衣液。啊，这个是吧？对。这个是给它倒给这盒里哈。半盒。好，我教教你吧，就是直接合上。这直接是合上的。好，现在一般这小件的话嘛，我教教你，后续的话你都管用哈。对，你都少用手洗，大家都解放双手。按快洗。好，点开始。这个是吧？这跟手机上盖啥？对呀，这很智能，反正。我第一次接触这个，这是手机上的是吧？慢听这声音。这声音是有点小。它比这个大洗衣机声音小。小的多。你看。大家听一下，这个就是基本上它的声音，而且在运作的时候，这个墙体是没有晃动的，而且是纹丝不动啊，看，非常结实。这个声音是小。很科技的一款产品啊。还有高温助洗，还有甩干功能。它声音小是其一，其实它快。小件的话，你说小件放在大洗衣机里，它太占用空间了，不是它浪费空间。还浪费水。对，也占不过那些小件。这东西还省水还快。